这个男人上班8年来，今天第一次迟到，刚道完歉，公司老板带头鼓掌欢呼，同事感动到落泪，说他终于像个人了。也不怪同事这么说他。来看看他的生活，每天6点准时醒来，从消毒柜里拿出眼镜和口罩，换张新的床单，铺直熨平，喷上消毒剂。6点45洗澡，洗发露5分钟，护发素5分钟。7点半拿出电吹风烘干浴帘，连肥皂上的水也要烘干。袜子衣服整整齐齐的排放，今天穿什么都有严格的搭配。最后带上一瓶消毒剂。8点半准时出门，8点42过斑马线，刚好错过红灯，分秒不差，然后准时到达图书馆。但今天有些不同，他要跟一个便利店的女生表白，他已经观察她100天了，对方也是个强迫症患者，两人一定有很多话聊。12点15，大叔准时进入便利店，他将一本笔本放到柜台上，上面写满了他对女生的情话。谁知前台却冒出的是另一个女生，她看起来极为邋遢，吓得大叔连连后退，逃出了便利店，连笔记本都忘了拿。大叔回到公司，只见他不停地涂着方块格子，缓解焦虑情绪。晚上大叔想起笔记本，匆匆来到便利店，从一个小孩口中得知，中午拿了他笔记本的女生正在酒吧工作，他只好走进脏兮兮的酒吧，走一步喷2次酒精。大叔找到那个女生小美，小美是个业余歌手，从大叔笔记本里获得灵感，创作了一首歌《计划男》。把大叔直接气跑了。小美赶紧追上，把笔记本还给了大叔。经过一番沟通，原来大叔喜欢的那个女生是小美的姐姐。大叔在小美的牵线下，终于和梦中情人大美顺利约会。谁知大美对大叔很反感，她很讨厌自己的强迫症，每天都要洗手上100次，洗到手脱皮。现在已经在医院里治疗，她不愿跟一个强迫症的人谈恋爱。大叔很失落，为了爱情，他决定去看医生，报名参加了精神治疗班。医生让他写下4条强迫症的理由，提醒自己时时刻刻不要去做。这晚大叔找上小美，让她帮忙监督他。小美答应了他，但有个要求，他要参加个音乐选秀节目，但少个人，叫大叔过来组队凑数。两人一拍即合。小美还抢走了大叔的手表，说这是打败强迫症的第一步。夜里没有手表的大叔极为崩溃，数了1000只羊都没能入睡。不出意外，第2天他迟到了，本以为上司会说他，没想到老板直接带头鼓起掌来。上班8年终于迟到1次，真的太稀奇了。下班后为了准备选秀比赛，大叔来到小美家练钢琴，他将钢琴上面的污渍擦干净，开始弹钢琴。这一弹可不得了，直接惊掉小美的下巴。原来大叔在弹琴方面有神一般的天赋，犹如肖邦附体。小美激动地抱着大叔，大叔更激动，直接把他推开。他一路小跑来到洗衣店，将衣服清洗干净。有洁癖和强迫症双重 buff 的他，是不能被人抱的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大叔克服了一件件强迫症，去吃了肥肠，忍住去整理东西都冲动，还遵守诺言，跟小美一起参加选秀大赛。两人一鸣惊人，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认可。上电视的事很快被同事们知道，他们纷纷为大叔喝彩，但大叔却不高兴了。他不喜欢太过于高调，他重新找到小美说不想参赛了。没想到小美也很痛快，答应了大叔的请求。结束后，大叔去找小美，结果一不小心，小美把猫猫拿给了大叔。这个男人瞪大双眼，张大嘴巴，整个人都在颤抖，因为他的怀里抱着一只凶猛萌物。对别人来说，这是一只可爱的猫猫，但对他来说，这就是移动的病菌房，直接吓得男人尿裤子，晕了过去。救护车赶来救他。大叔醒后不去医院，反而吵着要去洗衣店，直到换了身干净的衣服，大叔才安心下来。是的，他有洁癖强迫症，不能染上一点细菌。换好衣服后，大叔和小美走回便利店，远处却来了一位大明星，来找小美的。原来小美曾经跟大明星有一段地下恋情，后被大明星抛弃，小美怀恨在心，才故意参加大明星的歌唱选秀，其中的歌词也都是在内涵大明星。大明星不停对小美污言秽语，大叔听到后莫名恼火，本来不想继续参赛的他，却对大明星说他们会继续参加第2轮的比赛，这直接把大明星气走了。小美感到十分委屈，靠在大叔的背后哭泣。明明有洁癖强迫症的大叔，这次却没有躲开。几天后，大叔的精神治疗班迎来了毕业典礼，医生发了一张邀请函，要大家邀请最重要的人来参加。大叔来到便利店，站在门口犹豫不决。这时小美和他妈妈走了过来，妈妈直接抢走了邀请函，把他拿给了小美的姐姐大美，还怂恿她和大叔一起去看电影。这些天大美也看到大叔在努力克服强迫症，索性答应了两人来到电影院门口。大叔说最近在小美的帮助下做了许多改变，每3句就提一次小美，每次都带着满满的笑容。大美看到了他眼中的甜蜜，她把邀请函还给了大叔一个。大叔没有挽留，他知道真正让他变好的人是那个大大咧咧的小美。他回到便利店，把邀请函拿给了小美，小美稀里糊涂的收下了。大叔极为兴奋，又是小跑着回家，又是挑好看的衣服，为典礼那天做准备。不久后，大叔和小美如约参加第2轮选秀，没想到大明星却甩出阴招，利用自己的权力，故意刁难小美，还她进行各种污蔑。小美顿时愣住了。大叔想帮小美说话，大明星却更来劲了，
说大叔是当年那个节目号称自己智商200后被人揭穿是骗子的小孩，现在怎么还有脸来上节目？听到这句话，大叔瞬间呆滞，这是一段他不想回忆的经历。他发疯似的冲向大明星，现场瞬间一片混乱，录制也因此被终止了。回去的路上，大叔十分生气，他是为了小美才决定抛头露脸的，但小美却念旧情，不敢当场揭穿大明星的真面目，这狠狠地害了大叔的心，对着小美说了一通狠话。小美被这番话伤透了心，眼含泪水的离开，大叔也当场痛哭起来。后面的日子里，大叔愈发沉闷，他独自来到便利店，独自去看那只和小美一起喂过的小猫，一段段回忆在他脑子里重新浮现，他不肯就此功亏一篑。这天的毕业典礼，他还是来了。大叔走上讲台，这时小美也如约而至。大叔沉痛地讲起关于他天才少年的回忆，面对美女的投怀送抱，男人一把推开，还给他一个过肩摔，转眼人就立马跑到洗衣店，把衣服一脱，消毒水一喷，左搓右搓，慌张的不行。这个男人有严重的洁癖，而究其根源是小时候的一次意外。曾经的他说个天才少年，一口气背出圆周率、小数点后1000位，甚至可以直接说出1271位上的数字。他的智商超过200。这天男孩要上一个直播节目，妈妈说只要好好表现，就能拿到出国的机会。主持人指了指外面，说那些人是托，等会儿他们会来问你问题。为了防止意外，主持人还将题目泄露给男孩。直播开始，主持人假装不认识，点了沟通好的托，问男孩小数点后9966位是什么数字？答案是9。男孩看了看主持人，又看了看亲爱的妈妈，居然拿出了一张4。妈妈脸色一变，主持人原场说男孩因为直播有点紧张，接着叫了另一名红衣服的托，结果男孩又故意拿出错误的数字，观众愤怒地站起来骂主持人在骗人，直播大翻车，不得已被中断。原来男孩不想离开妈妈，独自去美国，他想要爱，才出此下策。妈妈没有怪儿子，而是把他带回家，但周围的人带着异样的眼光，不停窃窃私语，还有2个熊孩子冲着男孩滋水。妈妈愤怒地骂了那2个熊孩子，又转过身一边擦掉儿子身上的水，一边安慰他。有其他家长不爽，跟妈妈争论起来。记者们冲上来采访妈妈，为什么要带儿子出来行骗？记者蜂拥而至，吓得男孩赶紧跑掉，妈妈急着追上去，随着脚一崴，竟从楼梯上摔了下来，死在了男孩儿面前。从那以后，男孩就得了强迫症，因为妈妈生前都会帮他叠好衣服，帮他弄得整整齐齐。强迫症的根源源自于大叔对母亲的无限思念。大叔一边回忆，一边大哭了起来，在场的人无不动容，其中还包括当年的主持人。当年的事故让他丢了工作，他来到这里本是想拍一些大叔的影像炒作的，但现在他让旁边的助理把录像删了。晚上，大叔和小美走回家，天空突然下起大雨，大叔发现衣服被弄脏了，他却没急着去换，看来心魔没了，强迫症也好了。雨停后，小美决定回家跟大叔告别，大叔急忙追上她，跟小美表白。小美笑了一下，用行动回应了他，直接吻了大叔一口。这下大叔又被吓得晕倒在地，只不过这次不是因为强迫症，而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不信你看看他躺在那儿，还露着甜蜜的笑容呢。什么都可以按照计划进行，唯独真爱的出现，打破了牢固的计划怪圈，并愿意为之改变，以你为中心因万变。